昨天，老公接到公司临时派发的出差任务，叫苦不迭。原本周末我俩约好去吃个烛光晚餐，庆祝结婚纪念日，这下全都泡汤了。出发前，我安慰他，让他看在工资的面子上忍一忍。毕竟我俩计划明年添个娃，所以这次出差全当给孩子存学费了。实际上，我另有私心。老公出差1周，意味着接下来这1周，整个家都是我的。前些年我看新闻说，有些中年男子下了班也不回家，就坐在车里抽一根烟再上去。我特能理解那种感受，因为那一根烟的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。结婚这几年，虽然我俩恩爱如往日，是大家公认的模范夫妻，但再恩爱，终归还是需要一些私人空间。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意味着家务我想做就做，外卖我想点就点。我也终于可以从人妻的角色里脱离出来，好好休息几天。下午6点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，我愉快地打卡下班回家。回家路上，我还去便利店买了一堆零食和饮料，满满当当拎了2大袋零食。到了家门口，我放下塑料袋，掏出钥匙捅进锁眼。一想到房间即将被我一个人占有，雀跃之情就涌上心头，完全没注意到平日里上锁需要转2圈的钥匙，今天只转了1圈，门就开了。进了门，我将换下的鞋子踢得好远，没穿拖鞋，光着脚就噔噔噔跑到沙发前，将2大袋零食往茶几上一扔，整个人往后一躺，瘫倒在沙发上。呼，一个人在家就是爽。我开心地说出这句话，盘腿坐在沙发上开始拆零食，吃的那叫愉快。直到臀部传来的异样让我觉得不太对劲，我才逐渐反应过来。我下意识换了个坐姿，歪倒在沙发上，沙发席垫的特有清凉感逐渐唤醒我的记忆。刚刚坐的地方，沙发席垫表面竟是温热的。老公早上出差去了外地，家中一整天没人，沙发表面怎么会是温热的呢？电关火时间，一个念头窜进我的脑海，并且挥之不去。家里有人。这个想法一出现，我就不由自主打了个激灵。我微微抬起头，余光扫到餐桌上的花瓶。早上出门前，我刚换的水，清理了桌面，结果现在花瓶周围洒出来不少花瓣。如果是自然掉落，一天顶多1、2瓣，这么多瓣是自然掉落，还是有人不小心碰到了？窗户没开，屋内无风，我却觉得背后有如凉风吹过，一滴冷汗从额头缓缓流下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随手擦掉额头的汗珠，忽而自言自语道：好热呀，今天开个窗透透气吧。我站起身，尽量目不斜视地走到窗边，呼啦一下将窗子推开。新鲜的空气窜进我的肺里，楼下有人在散步、遛狗、叫卖，一切都与平时一样。我的内心稍稍好受些，转过身，扫视了这个空荡荡的客厅，一切与往常无异。或许是我想多了。我身心舒畅地转过身，望着空荡荡的客厅，开始调侃自己更年期提前，开始整天瞎想。也不知道老公到了出差酒店没有，便掏出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很快被接起，喂，宝贝。我脸上带着笑意，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肉麻，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准备说些甜言蜜语慰问他一下，视线却冷不丁落到了鞋柜背面贴墙的缝隙，那里有一把刀，一把沾了血的刀。刹那间，我的心凉了个半透，明白之前自己的猜想并非臆想，而是女人精准的第六感。家里的确有人，而且这人很可能是个杀人犯。屋内不知何处传来咚的一声，像是身体撞击到木板的声音。这声响将我的理智给唤了回来，我立刻意识到，要想活命，我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找机会溜出去报警。主意已定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调整了面部表情，微笑道：老公，到酒店了吗？刚到，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，你就给我打过来了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。老公声音雀跃，与我此时的心情成反比。大概是老公的声音给我壮了胆，我原本灌铅般的腿总算迈开了，语气故作轻松道：
等会阿雅来家里找我玩，要是等会我微信回得慢，你可不要介意哦。我故意说得很大声，就是为了给屋内的人听到，让那人知道这栋房子很快就会再来人。如果他对我动手，必然没有好下场。老公在电话那头立刻大叫起来：“我一走你就约人玩，你果然不想我。”说什么呢？我笑了笑，努力装作自然的换了双人字拖。好了，老公，我还没吃晚饭呢，我下楼买点东西吃。宝贝还没吃晚饭呢，真是辛苦，那赶紧去吃吧。好，我将手放在门把手上，只要拧开它，离开这里，就算跟噩梦告一段落。我内心稍稍雀跃起来，然而还没来得及转动门把手，我的颈部就传来了冰凉触感。我眼神向下瞥去，看到一把锋利的小刀正贴紧我的脖颈，刀尖上还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，像是我刚刚在鞋柜后看到的那一把。老公察觉到异样，连问好几句怎么了。我张口欲答，颈部的刀锋却又用力几分。我能感受到刀刃划破了皮肤，有鲜血在顺着伤口流出来。喂，老婆！颈部传来的刺痛感让我彻底回神，听到老公的声音，我微微一笑。没事，老公，在外注意安全，我等你回来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能感觉到颈部的压力小了不少。我挂了电话，缓缓转身，一名持刀男子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他穿了一件白衬衫，但身上却沾了不少血，隔着老远就能闻到血腥味，显得有些触目惊心。是个聪明人，他微笑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杀意。那一瞬间，不知为何，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：“我们谈谈吧。”谈谈。他眯起眼看我，我望着他身上胸口处那朵盛开的血花，浓浓的血腥味充斥着我的鼻腔，大脑反而镇静了下来。先把衣服换了吧，如果等会你要逃走，穿带血的衣服未免也太明显了。他歪着头看了看我，似乎在掂量着我的话里有几分可信。我逼迫自己平静地直视他，不露出任何恐惧的端倪。行，他收了刀，对我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。那麻烦你了。我稍稍松了口气，但抬头看见他的笑容，内心却觉得不寒而栗。我找了件老公不穿的短袖递给他，他换好衣服后，将身上的衣服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在沙发上坐下。他望着依旧站在茶几旁边的我，眼神往旁边点了点：“你坐呀，不是要谈谈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坐在了离他比较远的位置上。他见状笑了：“你很怕我呀？那不然呢？你可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一位杀人犯。当然，我也希望是最后一位。你眼镜碎了。”他抬头看向我，我指了指他眼镜右下方。他摘下眼镜看了看，的确，右边镜片的最下角有一条细小的裂缝，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到。哦，没事，可能是刚刚摔的。他重新把眼镜戴上，好整以暇地推了推眼镜，动作优雅娴熟。是什么让你发现家里有人的？他看向我，语气充满着兴趣。就刚刚发现门口地垫有灰，我撒了个谎。没想到他却一眼就看穿了我。你撒谎？他这样说着，眼里闪着狡黠的光。你一进家门，坐在沙发上的时候，脸色就变了。他双手交叉搭在膝盖上，说吧，在沙发上发现什么了？我只好老实回答道：温度。他看向我，我在沙发上铺了凉席垫。家里没人，凉席垫却是温热的，说明家里有人，而且还坐在了沙发上。原来是这样，他轻轻点了点头。你很聪明。望着他淡然自若的样子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你杀了人，即使竭力装作镇定，我的声音依旧有些微微颤抖。是。他笑了一下，突然抬起头直视我，话里每个字都带着凉风。就在你这杀的？什么？我睁大双眼。尸体难道在我这？望着我慌张的样子，他得意地笑了。对，尸体还在你这。本来我没想着吓到你，可惜你回来太早了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当然了，杀人也不在我计划里，毕竟谁也不想当个杀人犯，对吧？我怀疑地看向他。
他见状笑了，却不给予回答。明明刚杀了人，他却看起来丝毫不慌乱，甚至拿起那包我没吃完的薯片，抽出一片，缓缓塞进嘴里。夜色还早，他看了眼窗外，慢吞吞道：“有没有兴趣听听我的故事？”方鸿燊跟徐敏是在电影院认识的，准确来说，徐敏是在电影院认识方鸿燊的，而方鸿燊早就见过徐敏了。某日，10号线地铁上，他无意间见到徐敏，与他对视了一眼。徐敏下车后，方鸿燊心里就忘不了他，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。于是他每天算准时间出现在地铁站，从乔红站坐到5星广场站，只为了遇见他。一旦遇见他，方鸿燊就跟着他下地铁，一路走到徐敏上班的地方。就这样，一次又一次，他知道了他叫徐敏，28岁，单身，在会计事务所当会计。知道他不爱喝奶茶，爱喝柠檬汁，周五下班后会一个人去看电影，家住金玉小区13栋，父母双双退休在家养老，家里养了一只柯基，名叫发财。徐敏很疼他。方鸿燊对徐敏的兴趣爱好了若指掌后，终于在某个周日晚上买了徐敏同场电影的邻座位置。就这样，两人认识了。你别用看变态的眼光看着我。方鸿燊看见我的表情，微微一笑，性别对调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变态跟踪狂的故事就成了少女暗恋情节，一下子就美好了，不是吗？对于他的话，我不太苟同，一时间又找不出什么反驳点，便任由他说下去。掌握了对方的兴趣爱好，方鸿燊很快就跟徐敏建立起感情，两人迅速坠入爱河，开始筹备婚礼。徐敏的父母也对方鸿燊这样的好男人赞不绝口。他沉默寡言，但做事却耐心细致，待岳父岳母如亲生父母，对徐敏更是没话说。结婚4年，他从没让徐敏下过厨，做过家务，疼爱有加。所有人都在盼着这对模范夫妻再添一个可爱小孩，但徐敏的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我们一直没采取过避孕措施，想着顺其自然，她却一直怀不上。说实话，我怀疑过是我的问题。方鸿燊说着，突然摸了摸口袋，朝我歉疚一笑：“抱歉，家里有烟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方鸿燊看起来有点失望。好吧，我继续说。刚刚我说到哪了？方鸿燊用手指轻轻扣了扣膝盖，继续说道：“后来我去医院查了，你猜怎么着？真的是我的问题。”方鸿燊低下了头。那日他拿着医院的报告单，踌躇很久，决定回家跟徐敏摊牌，却没想到徐敏兴高采烈地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她怀孕了。我第一反应就是孩子不是我的，但是我不愿意相信，我不相信徐敏会背叛我。他神经质地扯了扯嘴角，脸上因陷入回忆而浮现出痛苦的表情。所以我抱着一丝期望，希望是医院误诊，或者是奇迹出现。我甚至还在筹划着如何让徐敏去做亲子鉴定，结果我却看到了他的聊天记录。说到这，他抬起头直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恨意一闪而过。我一惊，身体下意识地向后倾了倾。接下来的故事，你还要听吗？他看着我。我突然隐隐约约猜到，这个故事或许和我也有关。我有的选吗？他笑了。没有。尸体被藏在浴室的浴缸里。走进卫生间的时候，铺天盖地的血腥味差点使我窒息。我连忙退到窗边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这才走进卫生间。躺在浴缸里的女人应该就是徐敏。她身上似乎被捅了好几刀，有不少伤口。看起来方鸿燊并不似表面镇定，杀人手法还比较生疏。不过说是这样说，当一具尸体真实出现在自己面前时，我只想抱着马桶大吐特吐。来，你拿着花洒，我把他衣服脱了，把他身上的血迹和指纹都冲洗干净，这样日后就算警察发现了尸体，也不好查。我用手掩住口鼻，你还说自己是冲动杀人，考虑这么面面俱到。他愣了一下，继而自嘲地笑了笑。现实里是没想杀他，脑内却模拟过很多次了。这个男人的话总是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我不再言语，按照他的吩咐，将徐敏身上的血迹冲洗干净，并找来一个蛇皮袋。方鸿燊将徐敏的上下半身对折，塞进了蛇皮袋里。得找个地方处理尸体。他扶了扶眼镜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或许我也活不到最后。我亲眼看到了他，也看到了他处理尸体的全过程。那么，当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我的结局就会跟徐敏一样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？拉上拉链，我扶着腰站起身，看着他。还有，这一切究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方鸿燊用双手提了提蛇皮袋，发现很结实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他说。方鸿燊是开车来的，一辆灰色的现代就停在我家楼底下。他四下环顾，确定周围无人后，用力提起蛇皮袋，将它扔进了后备箱。方鸿燊开车很稳，不闯红灯，不超速。开车的时候他没有说话，我注意到他握着的方向盘上留下了他的汗液。他很紧张，这一发现让我稍稍不那么紧张。如此看来，方鸿燊也只是个普通人，杀了人当然紧张。所以我要尽快取得他的信任，以确保自己的安全。你要带我去哪？我尽可能语气轻柔地问道，生怕会激怒他。他斜睨了我一眼。一会你就知道了，他缓缓道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的故事还没讲完。你要继续听吗？窗外开始下雨，豆大的雨滴砸在车窗玻璃上，倒映出我欲言又止的脸。我已经逐渐可以猜到什么了。你说吧。我认命般的往后靠了靠，双手抓住安全带，目视前方。他打开了雨刮器，让我想想要从哪里开始讲。发现徐敏出轨后，方鸿燊并未表露出来，他依旧对徐敏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甚至想过，就这么过下去也不是不行，他肯定会好好疼爱这个孩子的。这个想法刚刚冒出的时候，方鸿燊被自己吓了一大跳，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底线了。但他转念一想，反正徐敏也生不了自己的孩子，就当抱养了一个，他也不算亏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会这么顺利。某天夜晚，徐敏在阳台一边鬼鬼祟祟地打电话，一边时不时回头看两眼坐在沙发上的方鸿燊。徐敏并不知道阳台已经被动过手脚，藏在花盆里的录音设备一字不漏录下了徐敏的话。徐敏准备去打胎，原因很简单，他的出轨对象竟然也是个已婚的。对方最近要晋升，不想节外生枝，就劝徐敏去医院打掉，老老实实生一个和方鸿燊的孩子，好好过日子。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想过娶我。方鸿燊听到录音里的徐敏声音发颤，他的手也不由自主跟着颤抖起来。敏敏，就像现在这样不好吗？方鸿燊隐隐约约听到一个男生说道，你我都有各自的家庭，稳定的事业，为什么要让这个孩子来打乱我们的生活节奏呢？徐敏哭着说道，张毅，是你觉得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而已，从头到尾，你只是在利用我。张毅。方鸿燊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。张毅，我喃喃自语道，视线落到了微信界面上。置顶的人是我老公，我给他的备注是张毅是笨猪。方鸿燊察觉到我神情的异样，快速瞥了我一眼，笑了。你知道吗？张毅真的很爱他的老婆，爱到无论徐敏怀孕几次，打过几次胎，张毅从未想过要离婚。你说这么好的男人，上哪里找啊？我抿了抿嘴，没有接话。徐敏找了个借口去医院，把孩子流掉了。徐敏的父母以为这是方鸿燊的意思，表情不悦，但碍于徐敏的面子，终究没说什么。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在做什么。方鸿燊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。实际上，当他得知徐敏被另一个男人伤害的时候，他被激起了更强的保护欲。他觉得自己更爱徐敏了。所以，当他再一次得知徐敏怀孕，并且徐敏又要去医院打掉的时候，他崩溃了。他开始对张毅这个人展开调查，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能把徐敏吃得死死的，还能拥有稳定的事业和家庭。他要看看这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我原以为张毅就是个玩弄徐敏感情的渣男，结果我发现他不是。明天就是他跟他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，他却可以因为徐敏刚做完手术，状态不好，请假1周去陪徐敏玩。这样看来，他对徐敏很好，比对他自己的老婆还好啊。方鸿燊语气轻巧地说着，全然无视我紧紧捏住的拳头和紧绷的神情。说到这，他顿了顿，恰逢一个十字街口，转瞬即逝的黄灯后，红灯迅速亮起。方鸿燊一脚踩住刹车，嗤的一声，车停了下来。雨越下越大，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。方鸿燊理了理衣领，缓缓转头看我。突然间，他猛地凑过来，直视着我的双眼，语气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老公？”面对他的质问，我哑口无言。方鸿燊将车停在一家酒店附近，他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在我的注视下打开通讯录，找到张毅的手机号，打了过去。亲亲老公，呵，方鸿燊看到我给张毅的备注，讽刺地笑了，还真是恩爱。我没有说话，实际上我的大脑乱作一团。今晚像一场糟糕的噩梦，而且你还不知道这糟糕噩梦的走向。我想醒来，但找不到出口。喂，宝贝，吃饱了吗？张毅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来。我来不及回答，方鸿燊便抢先开口道：“张毅，你下楼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”手机那头顿了顿，而后有紧张的声音传来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和我媳妇在一起？”方鸿燊嗤笑一声：“下来吧，我还有份礼物要送给你。”他说话略微停顿几秒，话语里含着笑意：“是徐敏托我带给你的。”空气在那瞬间仿佛凝固了。我紧张地看着手机屏幕，通话时间显示1分1秒的过去。我在那一刻才意识到，我是渴望张毅会出口否认的，否认徐敏的存在，否认方鸿燊所说的话。可是他没有。你们在哪？张毅的声音变得小心谨慎。方鸿燊看到我脸上的失望表情，笑了。就在你准备跟徐敏私会的酒店楼下，方鸿燊说道。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开了双闪，你下来就能看到。行。张毅挂了电话。怎么还对你老公怀着希望？方鸿燊推了推眼镜，笑得温和。你这么相信你老公，也就别怪他骗你这么久了。不如等会我们联手将他杀了。方鸿燊语调像是开玩笑，又像不是。我看着方鸿燊的样子，心里涌现出一股恨意。你喊他下来做什么？我问他。他耸了耸肩。我就是想看看，当他看到徐敏的尸体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还是愧疚？应该是惊恐吧，我冷冷说道。方鸿燊看着我笑了，急了，担心他。他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调整了一下坐姿，说起来，你这个女人胆子挺大，和一个杀人犯，还有一具尸体待在一起，竟然很快就习惯了，看起来丝毫不害怕，挺厉害的。我看着他，他身上穿着张毅曾经的衣服，这使他看起来多了几分亲切感。因此，我带着胆子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会杀我。”哦，他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不是迫不得已，你也不会杀人。我见他神色缓和了些，这才继续说下去：“你我都是受害者，没必要再伤害彼此了。”呵，他撇开头，倒是挺能言善辩。我只是相信你。我看着他，认真说道：“相信我。”他飞速看了我一眼，神情放松不少，轻声笑了：“你真的挺有意思。如果我当时先遇见你，或许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车窗玻璃被人重重敲了2声。我俩双双往车窗外看，看见张毅正竖着眉瞪着方鸿燊。方鸿燊按下按钮，车窗缓缓往下拉。上车，他抢在张毅说话前抢先开口：“我带你去见徐敏。”张毅犹豫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。我平静地冲他点点头，他这才将信将疑地上了车。“你要带我们去哪？”张毅边说边死死注视着我，确保我没受任何伤害。我对着后视镜的他微微一笑，表示我没事。方鸿燊踩下油门，微微一笑：“带你去见徐敏呢？”他道：“你不是要见他吗？我带你去。”
你是？张毅迟疑着问他。方鸿深望着后视镜，露出一个阴森的笑容。我是她老公。此话一出，车内陷入寂静。张毅不再说话，眼神在我和方鸿深之间滴溜溜地转着。我趁方鸿深不注意，偷偷给他比了一个7的手势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暗号。如果一方遇到危险又不方便说出来，就比一个7，让对方知晓。张毅机不可见地点了个头，而后将视线投向窗外。我知道他是在记录。自家老公在车上，我到底心安了许多。车缓缓驶向偏僻处，经过岔路口时，我注意到一边是道路，另一边是山路。我立刻紧张起来。你要去哪？我的声音因紧张而微微提高，方鸿深却充耳不闻。在他行驶车辆冲向山路的时候，我很确定，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一丝兴奋的杀意。他想杀了我们。夜晚漫长，雨下了又停，道路两旁全是泥泞。山上很黑，开到后来已经没有道路。方鸿深固执地握着方向盘，在树林中横冲直撞。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？我几乎是咆哮起来。下一秒，方鸿深朝我丢来一个冷冰冰的目光，一下子封住了我的嘴。闭嘴，女人！他冷哼一声，又踩了一脚油门。车身猛地向前一伸，窜出丛林。前面是悬崖，看清眼前景色，我心一凉。方鸿深停了车，解开安全带，推开车门。雨还在下，但只是毛毛细雨。我跟着下了车，一不注意踩了一脚泥。张毅也下了车，四处看了看，除了身后漆黑的树林和眼前翻涌着的大海以外，空无一人。你不是要带我见徐敏吗？徐敏呢？张毅叉着腰往方鸿深面前一站，他比方鸿深高，因而是俯视着他。如果他们真的打起来，应该是张毅胜算较大。想到这，我心里增了几分安全感。又听见张毅质问道：“你把徐敏怎么样了？你说，她是无辜的。”无辜？我刚热起来的心又凉了下去。张毅察觉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赶紧看向我，似乎想要解释什么。我冲他安抚地笑了笑，表示没关系，我并不在意。他感激地笑了笑，又重新将视线投向方鸿深。方鸿深也望了我一眼，目光里有些怒其不争。不过这情绪很短暂，稍纵即逝。他恢复了之前的淡定模样，亦步亦趋走到后备箱前，又深深看了张毅一眼，打开后备箱。张毅走过去，看到后备箱里有一个巨大的蛇皮袋。他似乎猜到了什么，嘴唇开始颤抖，神情逐渐苍白。这里面是……他迟疑地望着那个蛇皮袋，不敢去碰。方鸿深看到他害怕的样子，嘲讽一笑：“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张毅颤抖着伸出手，拉开了蛇皮袋的拉链。他伸头往里一看，顿时脸色苍白。见到这一幕，方鸿深的表情变得很奇怪。他神经质地笑了笑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“这就是你造的孽，张毅，这就是你造的孽。”方鸿深脸部有些抽搐，他走到张毅旁边，顺着张毅的目光看了眼蛇皮袋。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以至于他突然歇斯底里大吼一声，狠狠朝着张毅脸部揍了一拳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扭打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家庭？我都愿意去照顾你的孩子，你还逼他去打掉？你还要我怎么做？还要我怎么做？方鸿深声音发颤，骑在张毅身上，朝他的脸部打了一拳又一拳。张毅先是给打懵了，脸上溅满了泥点。我惊慌失措地上前要去拉他们，却见他们又翻身扭打在一起。漆黑夜晚，雨点逐渐加大，我一时间分不清谁是张毅，谁是方鸿深。好在张毅最终还是凭借身高优势，反身制住了方鸿深。你疯了！张毅揪住他的衣领，大吼道：“你杀了徐敏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黑夜里，我勉强辨清方鸿深的脸，他青筋暴露，身体一直在颤抖。雨越下越大，一场暴雨似乎将要来临。你，张毅话音未落，突然整个身体一顿。
方鸿申得意地大笑2声，随手一推，将他向后推去。一道闪电划过，借着光我才看清张毅的腹部竟插了一把刀。我的大脑顿住了，尖叫着朝张毅跑去，却被方鸿申一把拦住。黑夜里，我看见他双眼闪着异样的光。他将我压倒在地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你说他玩我老婆那么久，如果让他亲眼看到我玩你，他是什么感受？紧绷的神经在那一刻爆发，长时间强迫自己冷静的大脑瞬间崩溃。我大哭着说不要，说求求你，可那些都无动于衷。我身上的布料越来越少，我想知道张毅是否还活着，可是方鸿申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我看不到他。就在那双邪恶大手向我袭来的时候，方鸿申的动作却突然停住了。察觉到异样，我鼓足勇气睁开双眼，就看到方鸿申还是一脸狞笑，身体却斜斜地倒了下去。没事了，说话的是张毅。他缓缓走到我身边，将我扶起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没回过神来，一低头看到一把刀从方鸿申背后刺入，这才懂了。你杀了他！我眼里含泪，抬头看着张毅。张毅嘴唇惨白，紧紧抱住我。我不能让他欺负你，我不能让他欺负你。说着，他脱下外套给我披上，又重新紧紧抱住我。我头上有温热的液体传来，不知道是他的血还是他的泪。我俩紧紧相拥着，像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彼此。经历这么多，我们却十分默契，闭口不谈徐敏2字。他对此似乎心怀感激，冰冷的唇在我的额头上留下痕迹。我们把他们处理了吧？这个他们指的是徐敏，还有方鸿申。我点点头。张毅中了一刀，身体还很虚弱，我的力气又不大，因此我们走走停停，花了很久才将蛇皮袋和方鸿申扔进海里。悬崖很高，将方鸿申扔下去的时候，我甚至能听见肉体撞击石壁的声音。张毅紧紧搂住了我，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看向他，投以一个温柔微笑。谢谢你。他也看向我，真诚说道，明天是一个新开始，忘记今晚的事，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他转过身，背对着大海，紧紧抱住我。他身体很虚弱，几乎是整个人靠在我身上，才能勉强站立。我的头靠在他的肩上，听着耳边呼啸的海浪声，淡淡一笑。好，我这样说道，双手却迟迟没有环住他的腰。怎么了？他察觉到我的异样，轻声问道。我望着那漆黑的海面，陷入沉思。最后，我在一棵树下睡了一晚。车里我总做噩梦，所以我挪到了树下。那晚，我听着电闪雷鸣，想着就让闪电劈死我也好，就此解脱。不过我没有。最后是安全员发现了我，拨打了110和120，我被送往医院。我没生什么大病，只是冻了一夜而已，掉了点水就好了，只是身体还很虚弱。进警方审讯室的时候，有警员体贴地给我倒了杯温水，我感激地笑笑，而后将它一饮而尽。昨晚的事，你受惊了。主审的是名老警察，看向我的目光全是同情。我们确认了方鸿申的行踪，他于昨晚挟持着徐敏进了你家。徐敏有一把你们家的钥匙，方鸿申应该就是用它开了你们家的门。我虚弱地点了个头。上午在医院，警方已经来问话过一次了，我已经将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，车痕、指纹都能对上。现在我们还在尽力寻找方鸿申、徐敏和张毅的尸体。昨夜雨大，搜查行动困难重重，只怕尸体飘到很远。老警察注意到我听到张毅2个字的时候，身体一颤，以为我是因为过度悲伤，理解地点了点头。不管张毅曾经做过什么，他还是爱你的。生命最后一刻，也在与杀人犯搏斗，只可惜双双落下悬崖。说到这，看到我神色苍白，他立刻住了嘴，顿了顿才继续道，不过这些跟你都没关系了。你放心，方鸿申胁迫你处理尸体，并不会对你定罪，你只要安心养身体就好。听到这话，我心稍微定了定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审讯时间没有很长，他们照顾我的身体，
将流程走完后，便放我走了。有女警员亲自送我到楼下，搀扶着我进了卧室。叔叔阿姨马上就到，他口中的叔叔阿姨就是我的爸妈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们知道后，第一时间就准备赶过来照顾我。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联系我。女警员关上门之前，朝我投来一个温暖的笑容。我勉强点点头，视线落到了墙上挂的婚纱照上。照片上的张毅身穿黑色西装，温柔地揽住我的腰。我手上捧着一束花，身穿洁白的婚纱，笑得灿烂。张毅跟我求婚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会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，忠贞不渝。沉浸爱河的我，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婚礼上交换戒指的时候，我附在他的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张毅，如果我背叛了你，我一定亲手杀死我自己。”张毅含笑不语，眼里全是爱意。我一满眼温柔地回望着他，他不知道我未说出口的下半句话是：如果你背叛了我，我一定也亲手杀死你。